Honestly, after watching this live call, I feel exhausted just thinking about what guys on the dating scene have to deal with. This 1998-born woman who works at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has a laundry list of over a dozen requirements for a partner, from family background and real estate to looks, height, and personality. She even has strict rules about whether he smokes and if his parents hold government jobs. She wants everything and refuses to compromise on anything, yet she's confused about why she can't find a partner. Today, let's break down just how out of touch her expectations really are. 就是我很清楚我是一个很难找到对象的一个人，但是我又不想降低自己的要求，所以我就想不知道要怎么想请您开导一下。我是那种爱情和面包都想要的那种，然后上来就用定身术把我定住了都。那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 OK。 我是98年，然后目前是在国企上班，是985本硕毕业的。然后呢，我现在的工作状态是在一边工作一边在准备考编这种。所以呢，这就是可能毕业了2-3年了都没有在找择偶上面很上心，就是主要还一直在准备这些工作上这种两边忙的这种状态。我收入的话，差不多年收入在15到20万这样子。好。然后我家庭的话呢，就是父母是早年经商的，但是早年亏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没有收入了。我还有个哥哥，然后我哥哥就是经济条件蛮好的。OK。所以就是我是有养老负担，因为我父母现在没有收入嘛，但是我因为有个哥哥，所以会觉得跟哥哥一起负担的话会还好一些。哥哥条件好到什么程度？年入100万。那跟你家庭的这种负债关系的话，能不能盖得住？家庭没有负债关系，就是不亏了。OK。现在不干了，不亏了。那你父母现在目前有没有什么积蓄啊，或者是什么？有没有赔得一塌糊涂？父母现在够自己生活吧。OK。没有，我积蓄我不知道有多少，可能也不是很多吧。但是你哥哥至少从收入上来讲的话，就不用你特别担心是吧？对的，我哥哥就是在我也会支持我，就是给我买车、买奢侈品之类的。哥哥帮你买奢侈品？那不是害了你未来的老公？所以可能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家里人对我保护的比较好，对我也比较好，所以就是我就还是比较纯粹，然后感觉自己的要求就也变高了。好，让我来听听你的梦想。然后我可能就想，因为我就是想找一个体制内家庭的独生子，然后有情况房这样子。几线城市啊？2线城市。房子单价1万5左右，差不多吗？现在差不多可能吧，我也不太清楚其实。OK。 全款房是吧？然后我还希望他是身高173以上，然后长相的话要稍微周正一些，不抽烟。然后呢，性格的话就是还是要开朗一些，然后最重要的是他情商要高一些，人情世故要会周旋这些东西。那你自己身高体重呢？方便说吗？对，我自己身高体重的话是16146。之前有人追吗？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我职业生涯中的话，其实因为我父亲的人脉比较广嘛，然后呢会介绍一些比较优质的对象给我。介绍的情况怎么样？因为我前2年就是对这个事情不是很上心，然后也比较心高气傲的，然后呢就是以前也不知道要怎么跟陌生人相处，所以就觉得依照了自己以前在学校里的那种一直是男生找话题哄我逗我这种方式，然后跟这个相亲对象相处，然后人家可能就觉得我对人家没有意思，就没有再接触。你只要是对对方有积极性，虽然要归要，然后闹归闹，但是对方应该不至于被你劝退。就是你只要对对方有回应的话，你是连回应都没有吗？有回应，就是我也不太确定，就是反正对方找我，我会比较礼貌的回应。对，然后那不是符合你要求吗？就是你父亲帮你找的，大部分都满足你刚刚讲的，体制内全款房173以上，开朗，重要的是情商要高，这一点都满足的情况下，你为什么没有看上？他们就是很奇怪，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的话，就是可能抽烟，然后长相实在是比较粗犷的这种。你不会是每遇见一个人，然后再加一个不利条件嘛？然后要把他这个以后就排除了，每见一个人就多一个排除项。比如说抽烟这个，不会吧？抽烟是我一直都不太能接受的，我会有一点生理性排斥。OK。然后因为我喜欢的长相一直都是比较清秀、就细腻、白一点的，因为我发现我见的每一个人长相我都不喜欢。那有没有你喜欢的那种？
反正从工作之后这2年是没有，然后我在读书的时候遇到的都是长相喜欢的，也是自己很欣赏的那种，因为我比较恋爱脑。那个长相喜欢的，从历史到现在一共遇到过几位？就是符合你 OK， 我还真蛮喜欢这个人。我能2位，2位，分别是都是学生时代。对。他们喜欢你吗？他们喜欢我，非常喜欢。非常喜欢，就跟樱木花道喜欢篮球一样，非常喜欢。那你们为什么没在一起嘞？都是因为毕业之后异地了。异地多远？如果这么好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能跨越一些，毕竟是恋爱脑能跨越这个距离。我是那种清醒的恋爱脑，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啦，就是比如说我之前遇到的，就是学生时代遇到的，都是长相符合我的要求，但是他们的性格都不是开朗阳光的，但是我都无所谓，就是都觉得没关系。他们挺深沉的，就是很成熟，在我看来，在当时的我看来，觉得他们很成熟。所以就是对我来说，我可能就是比较想要大家相互喜欢，然后就在一起，就不要考虑太多现实的因素。你考虑了这么多，不算没考虑。我刚刚已经写了11行了，就光你这个要求。我学生时代真的没有考虑太多。你现在综合了你之前所有的人生经历以后，你说你也调整了一些你调整完了以后是怎么样的情况？我调整完了之后呢，可能就是因为之前刚毕业的时候还是有些心高气傲，所以就在条件上有了一些筛选。然后呢，这些条件其实是排在第2位的。那第1位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是真心的喜欢我，对我好，然后2个人真心的想要在一起，然后聊得来。那之前长得很帅的2位，然后又非常非常喜欢你，那跨越山海再来找你不就可以了？他们不愿意再跨越山海了，我觉得。说明不是非常非常喜欢你，他非常非常喜欢你。你不要讲山海能跨越了，刀山火海都会来，上刀山下火海，情和义值千金啊。莫文蔚对周星驰也是这样。第一段是被我作没了，刚开始就是很喜欢，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慢慢的男生有点淡了，然后我就会开始有一点不安，然后开始有点作，然后就作没了。然后也不是说作没了，就是我觉得这个男生，就是我每次分开都有一些，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男生我觉得他没有当初那么喜欢我了，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他，然后我就会决定放手。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会让我失去自我，然后我会在这个关系里面很内耗。言归正传，那近期有没有介绍的人也好，还有你自己认识的人也好，就是对你有展开比较疯狂追求的那种，有没有？我说实话，就是近半年都没有吧。半年前有一个也不算疯狂追求，只能说意向是蛮有的。你能答应他吗？就是这个人意向还不错的。现在可能可以，但是当时被我拒绝了之后，人家现在也不愿意搭理我了。不愿意搭理你？如果这么喜欢，为啥半年都等不了嘞？算了，不用回答，没关系。你现在想怎样？调整完以后的？我现在调整完以后，就还是希望找一个家庭好一些，然后对我好的。家庭好一点，全满房就可以了，是吧？然后条件可以往下走。不是家庭条件好，条件往下走是啥意思？不是，长相可以往下走，不好意思，我说错了。走到什么程度？完全路人行不行？完全路人是，就是崔老师您这样我就觉得非常好。比我再差一点行不行？比您再差一点是多差呢？就是路人以下了，我就是路人了。那我觉得可能只能到路人。我觉得您还不错呀，怎么会是路人以下呢？好，明白了。然后其他嘞，全满房，然后长相不能低于我，1.73米以上身高，开朗，最重要的是对你好，不抽烟，人要细腻一点，是吧？情商要够高。对。OK，确实可以不用找了，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这怎么找？你单拉其中的5项出来都没有交集，太难了啊！然后你可以讲讲未来养老或者是什么需要我给什么建议或者什么？如果按照这个，就基本上真不用找了。那就是未来的话，那我就还是好好工作，然后给自己找个体制内的工作，然后在里面养老，就这样。是不是比较稳妥？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哥哥还能帮衬一下。然后我跟我嫂子是闺蜜。跟嫂子还是闺蜜？对，我嫂子先是我闺蜜，才是我嫂子的。你把你嫂子介绍给了你哥？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可能比较有缘分吧。我可能想介绍，但是我的助力并不多。恭喜恭喜，反正结果是好的了。然后你既然对他们两口子有恩，我想他们也会对你一起生活这件事情不会特别排斥了，互相互助嘛。未来会好一些。包括毕竟是一家人嘛，只要他们的感情稳定，他们而且还会对你经济上有些帮助，也不用降低你的生活质量，总归是好事了。但是如果你想要结婚，这条逻辑就行不通。想要结婚就必须抓重点。但是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想要结婚的话，我应该要怎样的一个条件呢？一般的话是朋友们说一些重点说他想要什么样的，但是你的这些要求几乎是全部都达成不了坍塌式的那种，至少一半要砍掉。因为沟通起来，我个人感受是不顺畅的。客观来说，就是你的点呢比较飘忽。我不知道你想表达重点是什么，包括前期跟后期的对比，你的要求一些变化，你用了3次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但是最重要的分别是，第一个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第二个是情商，第三个是对你好。你讲最重要的都有3个，那次级的优先级的往下降一降的又是好多好多，所以你没有东西可以舍弃，或者你来告诉我你可以舍弃哪一些比如说我往上面要讲的，不抽烟，情商不高，家庭条件一般，身高1.73米以下，非体制内，你能去舍弃哪个？非静止状态，非静止状态，没卡。我可以舍弃他没有房子。没有房子就是他不是说没买房哦，是没有房，没有买房的能力哦，不是说他有钱有300万在手上没买哦，不是这个意思哦，姐。我可以接受，就是我跟他一起买房子，一起付贷款。OK 这个能放进来大概一半的人吧，1倍的人。如果好，你继续说。然后抽烟的话，我希望能戒烟的话，我也可以，就是烟瘾不是很大，他愿意戒烟，我也可以接受。OK，还能放一些人进来。然后，父母的话，我还是希望对方的父母，如果不是体制内家庭的话，就只要他父母没有负担就可以。OK， 这个也算合理。然后独生子是不能舍弃的。身高呢？身高173真的是最低了。OK， 你的难点主要在于对方的付出意识，对方要从心底里觉得你很优秀，觉得喜欢你，这件事情是最难的。因为短期可以靠相貌冲刺，可以觉得你长得很漂亮，长在我点上，但长期相处一定是你性格中间有优势，让对方跟你久处不厌。我的性格的话就是比较体贴，然后有共情心，然后听人讲话很耐心。耐心我承认，但是共情心还要加强。还要加强一些，因为你刚刚讲的那几个类型的男生如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你那他们展现的状态不一样，他们的动力性也不一样，你现在情感的经历也不一样。如果你真正有很强烈的共情能力，其实是你能 get 到对方真实的想法的，但很明显你之前对对方的情感意愿性描述是有误的。所以老师，这个我觉得我需要解释一下。我能说一下就是我之前遇到的那些人吗？就是真的还蛮奇怪的。可以就是那些人，比如说有一个我就说一个吧，那个人呢，就是每周呢都会打卡式的跟我同年，然后其他条件都基本满足，然后他就每周打卡式的在周五固定约我周末出去，然后呢这样子打卡式的进行了3到4次好像是。之后就是周中都没有联系，然后周末突然来一个，然后我就答应他，就是我觉得还可以，我就答应他去跟他接触。然后呢，在接触了4、5次之后，他就冷不丁的说，我们在一起吧。然后呢，我就会问他，因为我希望2个人是真正的相互了解，然后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之后，然后再在一起。所以呢，我就问他说，我们还不是特别的了解，然后我想跟他说，你觉得要不要就是讲一下，就是互相的更多的一些对对方的了解，就是对方他并没有表达出对我的好奇，然后我再问对方说，那你以前是怎么样的呀？或者你以前发生过什么呀？这样子去了解对方的时候，对方也都是含糊其辞的过去，然后呢，就说觉得可以，他说他想处对象了，然后呢，家里好像是催的也蛮急的，然后就说要不就这样吧。他喜欢你吗？你从哪边听出来他喜欢你？我觉得对方积极性都没有表露出来。
所以我觉得他不喜欢我呀。就是我说的是我工作遇到的，不是我那个以前正经谈恋爱的。就是你不正经谈恋爱的就不谈了嘛，就是你谈你进入恋爱关系，至少是对方对你表现出来相当的积极性，就差你一个转身一亮灯啊，你们俩就可以在一起的那种。你举这样的例子，你举一个不喜欢你的例子，那没有意义啊，对不对？跟你举陌生人一样的。那你举一个对你很积极啊，你能作为备选他就能接受的这种人，你说你马上答应他，哎，我愿意接受你的追求，我就跟你谈，就这样的，你要举这样的例子。你是说我就是想要找我复合的吗？还是也行啊，就复合和追求都行。就是你要举对方对你积极的例子，你不能举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形成过恋爱关系，对方也没看到你，你也没看到对方，那举他干啥？是不是？我就是很奇怪，就是我这些年遇到都是对方也没看上我，对，我觉得我看上了对方的，但对方没看上我。不是没看上你不奇怪啊，他没看上我，他又想跟我在一起，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他哪边表现出来想跟你在一起？他约你了吗？还是什么？就是他约我，然后就说就处对象吧，他想结婚了，就这样了。他没有看上你，然后他约会，并且提出来想跟你结婚。是不是看上你哥哥了？看上你哥哥对他的助力了？因为你哥哥比较大方。哦，他不知道我哥哥，我们在一起不说哥哥的事儿。反正不是正常的想跟你结婚了，都已经讲得不喜欢你了。我感觉他们就是觉得他们自己年纪到了，然后觉得我性格比较软，然后长得又还行，然后就觉得可以谈可以处。他就算觉得这样，他也不会告诉你这样，对不对？他干嘛要把这样的事情告诉你呢？他明明可以就这么做，但是让你以为他爱上你，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讲解释成本不是更低吗？他干嘛一遍要告诉你我不喜欢你，但是你要跟我结婚哦？他人格分裂吗？他没有告诉我他不喜欢我，我只是感觉不到他不喜欢我呀。你感觉不到他喜欢你？嗯。好，除了这个呢，还有什么？我再讲一个好不好？再讲一个我们就结束了。再讲一个就是对方也是一个家庭特别特别好的，就是跨越阶级的这个人吧。然后呢，可能推进的太快了，讲话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跟我也是，他在线下见面的时候非常的热情主动，然后线上的时候就比较冷漠。有时候线上的时候比较冷漠，我可能会主动找他聊天，他也是没有像线下那么热情主动。然后再有一次就差不多就是可能每天只聊一句话1周这样子，然后他就突然说要带我见他父母。你这是这朋友从哪边找的？怎么一个个都这么突然，这么不讲原则，这么……我就觉得好奇怪啊！他们是不是觉得，是不是因为就是中间有介绍人在两边？我们当时是这样觉得，中间有介绍人在两边沟通，就是可能中间有一个人在跟我说这个男生喜欢我，然后再跟这个男生说我喜欢这个男生，然后在两边的撺掇，然后把我们两个撺掇到一起。然后图什么？我假设你讲的是 OK 的，那图什么呢？对方可以收费啊。你要讲是商业行为，那我就懂了啊，那你就把它理解成商业行为啊，他没有想真心的撮合你们啊，纯商业，就是商务条件，字面意思。但是他们虽然是商业的，也是比较熟的人，也不至于说骗我父母吧。杀熟，再熟。就是你的这个钱好赚了。不好赚呀，我都不会被骗哎，就是我没有办法进去。不喜欢就不在一起了。我的意思是不喜欢嘛，就没有必要勉强在一起了。之前遇到的人错过了就错过了，反正也没有一个人符合你的要求。他们符合，但是我觉得他们不够积极主动，我就觉得他们不够喜欢我，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不够积极主动，不够喜欢你没有展露出来那种穷追猛打疯狂的劲头，那也说明不符合你的要求嘛，这个也是你要求中间的一部分，对不对？那就还是把他们排除掉就可以了，因为没必要在这一点上勉强自己。你之前那么多条件不都是也没有该妥协也妥协了嘛，就不勉强了。就是不喜欢自己的，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呢？那我这样就没救了是吗？不是，一个人生活也没有问题，只要你不内耗就行。我会因为纠结别人喜不喜欢我而内耗，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事情，我就不内耗了。你适合找一个真正，我讲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是忽悠你的这种喜欢你就这一点，只要喜欢你，真的你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放一下。如果对方对你是真心的，其他刚刚那个所有的条件都可以消。老师你好聪明，我就是比较想要这种纯粹的。那就再等等咯，因为你还年轻嘛，毕竟98年的对吧？可是我总觉得我遇不到，我对这方面的事情很悲观。
再等那该怎么办呢？再等等，如果实在遇不到就算，因为你这些都是你的底线了，底线是不能妥协的，这次所以才叫底线嘛，是不是？再等等好不好，姑娘？就只能等了吗？没有办法，你主动出击你也不擅长呀，是不是？我还挺擅长给男生情绪价值的。你不擅长，你是我不骗你，你不擅长，你这个主动出击，搞不定，不太容易搞得定。飘，主要是太飘，你的火力不够集中。什么叫太飘呀？就是你东一榔头西一棒，你自己想要什么你自己也不清楚。然后对男生的要求是飘的，男生有的这个达到了，比如说对你特别热情，你最后也没看上人家；不够热情的，有其他条件不好。我这么聪明，我讲的一定是对的。那性格蛮好的了，比较乐观了，比较开朗，这个是好事，加分，绝对加分，好不好，姑娘？会有机会的。会吗？会，一定会的，好不好？好的，好的。祝你一切顺利啊，姑娘。谢谢。好，拜拜。 Before you write her off as totally delusional, let's look at her own credentials first objectively. She's not doing bad for herself. Born in 1998, she graduated from a 985 university, China's top tier of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now works at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earning $21,000 to $28,000 a year. She's also studying on the side to pass the civil service exam, so she's clearly driven and career-focused. Physically, she stands 161 centimeters tall and weighs 46 kilograms, a petite, put-together woman. Her family has a solid safety net too. Her parents lost most of their savings in an early business venture, but they carry no debts. Her brother makes over $140,000 a year, so their parents' retirement costs are mostly covered. Her brother even spoils her with cars and luxury gifts. She's been well protected her whole life and has always maintained a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By all accounts, she's well above average on the second-tier city dating market, but she's backed herself into a corner because she's looking for a perfect top-tier partner who checks every single box. Let's go through her initial requirements. Every single one is non-negotiable in her eyes. First, hard family requirements. He must be an only child from a public sector family and own a fully paid-off apartment in a second-tier city, priced at roughly $2,100 per square meter. Second, strict physical standards. At least 173 centimeters tall, with a clean, fair, delicate look. Rough, rugged features are an immediate turnoff. Third, zero tolerance for smoking. She claims to have a physical aversion to cigarette smoke. Fourth,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kills. He has to be outgoing, emotionally intelligent, and skilled at reading social cues and handling interpersonal situations. Fifth, emotional must-have. He has to genuinely adore her, treat her well, and share easy, natural chemistry with her. You might think having high standards is normal, but the relationship coach points out the fatal flaw. She say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3 separate times in the call. First, it's family background, then it'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en it's how much he cares about her. 3 most important things means everything is a must-have, and nothing is actually a priority. Every guy she meets gives her a new reason to rule someone out, and slowly but surely, her dating pool shrinks to nothing. Put bluntly, she's not looking for a partner, she's looking for a custom-built perfect robot. It's not like no one has ever been interested in her, she's just ruined her own chances. In college, she dated 2 guys who were exactly her type physically, and the feelings were mutual. Back then, she was a total romantic who didn't care about practical conditions at all. Both relationships ended after graduation due to long distance and her own high-maintenance behavior. She calls herself a self-aware romantic. She falls hard and gives her all. But the second she feels the guy's interest fading, she gets anxious about losing herself and overthinking things. So she ends things first, effectively sabotaging the relationship on her own after she started working. Her father's connections set her up with guys who checked all her practical boxes, but she thought they were too rough-looking and not her type. On top of that, she'd act distant on dates, waiting for the guy to carry the whole conversation and entertain her, only giving polite, short replies. Guys would think she wasn't interested and stop reaching out. She was too proud and focused on her career the first couple years after graduation. By the time she's ready to take dating seriously, there's barely anyone pursuing her anymore. The relationship coach doesn't sugarcoat it and lays out her problems clearly. First, her standards have no practical overlap. Just 5 of these requirements would already be hard to find in one person. Stack all dozen of them together,
and there's basically no one who fits. It's what you'd call collapsing dating standards. If she doesn't cut some requirements, she might as well stop dating entirely. Second, she has a skewed self-perception. She keeps saying she's empathetic, thoughtful, and a good listener. But she can't actually pick up on how the other person feels. She can't even tell when a guy is into her or losing interest. She just goes off her own feelings in past relationships. Third, her brother's financial support is actually working against her. The expensive gifts and high spending from her brother feel like a safety net, but they've raised her baseline for what she considers a normal lifestyle. Most guys can't keep up with that spending, and it filters out the steady, down-to-earth partners who would actually be a good match. Fourth, she doesn't have much to offer for long-term attraction. Her looks can draw guys in at first, but her passive, overthinking personality won't keep a high-quality man interested for long. Finally, with the coach's prompting, she agrees to compromise on a few things. She doesn't need a fully paid-off house anymore. She's okay with buying a place together and splitting the mortgage. She doesn't have to date a non-smoker. If he smokes occasionally and is willing to quit, that's fine too. His parents don't need to work in the public sector, as long as they don't have heavy financial burdens, but her hard lines stay exactly the same. He must be an only child. He must be at least 173 centimeters tall, and he can't be less than average looking. Honestly, these compromises barely change anything. None of her core hard requirements are gone. The coach puts it plainly. Even with these changes, her standards are still way too high if she actually wants to get married. She needs to cut at least half of her requirements and focus on one or two things that truly matter to her. Otherwise, it's not going to work. Of course, she has a backup plan. Focus on passing the civil service exam, get a stable government job, and rely on her own income plus her brother's support. She could live a comfortable life without getting married and never have to lower her lifestyle standards. The reason this clip hits so close to home for so many people is that we see a little bit of ourselves in her. We want stability and security, but we also want that spark and genuine connection. We don't want to lower our standards, but we're scared of being alone as we get older. But dating doesn't work like that. The more boxes you try to check, the harder it is to find someone. You have to figure out what you absolutely can't live without, and what you're willing to be flexible on. When you try to have everything, you usually end up with nothing. What requirement do you think she should drop first? Let me know in the comments.